戴上耳机。现在是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，不需要翻开历史书，我们直接走进去。今天的这条路很长，我们会路过喧闹的租界，也会看见衙门的高光，会经过显贵的深宅大院，也能撞见巷子里的生死无常。别说话，跟着我，我们只是路过的幽灵。这是10月初8的下午，我们先走进了租界区。你看头顶太阳旗混在洋楼之间，这大概是横滨或者上海的某个角落。今天是他们的节日。你看左边那些挂满的灯笼，人们挤在一起看热闹。在这个时代，租界像是一个被折叠进来的异世界，墙里墙外是2种时间。我们别停下，穿过人群往码头方向走，听到了吗？这是蒸汽时代的呼吸声，那是出使海外的轮船，也可能是官员的巡视。岸上这些人，有的在作揖，有的在张望。巨大的铁甲船停在江面上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庞大的巨兽。江风有点大，吹得长山猎猎作响。在这个路口，有人远走他乡，有人刚刚登场，刚离开码头。我们在金水桥头撞上了大人物。看这阵势，是哪位刚中了状元，还是大官回京？马蹄踩在石桥上特别响，两边的路人无论是羡慕还是敬畏，都得老老实实让路。在晚清的街头，这种威仪虽然看着风光，但总透着一股子强撑的木气。我们贴着墙根走，别冲撞了一丈，气氛突然变了。转过街角，这里是法场，空气里有股说不出的铁锈味儿。那个跪着的人，也许是江洋大盗，也许只是乱世里的替罪羊。刽子手手里的刀已经举起来了，但我更想让你看的是周围那些围观的人，他们伸着脖子，眼神里是麻木还是恐惧？这就是当时的公开课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快走吧，这里不宜久留。出了刑场，城外也不太平，大批军队在调动。停下来仔细看一眼这支队伍，这简直是2个时代的拼贴。左边这些士兵手里拿的是画着老虎脸的藤牌，这是大清用了200年的老盾牌，而紧挨着他们的肩膀上扛的却是西洋进口的后膛枪，拿着盾牌挡子弹，还是用步枪冲锋。这种古老和现代极其别扭的挤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眼前这支军队最真实的写照。刚才在外面看的是国运，推开这扇门看的是家运。这户人家出事了，有人想寻短见，幸好被发现了，是欠了债，还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？院子里乱成一团，但这在当时或许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无数悲剧之一。墙外的人还在过节，墙里的人却过不去这个坎。人世间的悲欢真的并不相通。为了躲避外面的喧嚣，我们躲进了这间书房，和刚才的生死惊魂完全不同。这里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。几位爷正在鉴赏着大蒜头瓶，品评成色。外面世道再乱，似乎也乱不到这张红木桌子上。这种极致的雅致和刚才极致的残酷，其实就在同一座城里，隔着几条街而已。走了这一路，看遍了洋人的船、官府的刀、家里的难，最后我们来到了这里。画中人跪在老僧面前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坚请出家。他看透了，不想玩了。在这个动荡的1890年代，也许只有这一方山林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天色暗下来了，我们的散步也就在这声钟声里结束吧。雾气重新聚拢了，刚才看见的那些面孔，看戏的、行刑的、逃难的、品茶的，都在这一刻重新凝固回了纸上。这不仅仅是一幅画，这是他们真实呼吸过的一生。现在的你想在哪个朝代停下脚步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下次我们再去散步。